欢迎收看老挝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6日星期五，佛历8月上12，万象晴，26到35摄氏度。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外汇牌价、股市行情、黄金报价、燃油价格以及时事要闻。首先来关注外汇。根据老挝外贸银行最新公布的今日外汇价格，美元的银行买入价为22,297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100基普，涨幅 0.45%。泰铢的银行买入价为 673.14 基普，与上一个交易日持平。人民币的银行买入价为 3,273 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12基普，涨幅 0.37%。再来关注股市行情。昨日老挝证券交易所综合指数冲高回落，微幅收跌，大盘早盘低开于 1276.55 点，随后震荡走高，盘中最高触及 1290.77 点，但在尾盘回吐了大部分涨幅，最终收于 1284.55 点，微跌 0.82 点，跌幅为 0.06%。全天市场交投较为活跃，总交易量达63万4千股，总交易额为 9.8191 亿基普。从盘面上看，各板块个股表现分化明显，联合发展银行今日表现亮眼，逆势上涨200基普，收报8300基普，全天成交量达37600股，是拉动大盘回升的主要力量。多数上市企业面临回调压力，其中浦西开发跌幅最大，每股下跌50基普，收于1030基普。老挝电力、萨万尼和万象中心紧随其后，均微跌10基普，分别收于2350基普、4250基普和1100基普。外贸银行、老挝石油、马哈腾、中老证券等其余个股今日均平盘报收，尽管价格未发生变化，但外贸银行和中老证券仍吸引了较多资金关注，分别录得14万9100股和32万6700股的较高交易量。整体而言，昨日大盘虽然微弱收跌，但盘中多空交夺激烈，交投金额逼近10亿基普，展现出市场仍具备较强的流动性与抗跌韧性。接着关注黄金价格。根据老挝黄金银行最新公布的价格，重量为1铢的黄金金条，每根售价是4650万9千基普，较上一次报价上涨30万基普，涨幅 0.65%。然后关注今天的万象油价。今天万象市各加油站执行6月25日老挝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柴油每升24560基普，普通汽油每升30690基普。接下来一起关注时事要闻。1. 东盟与韩国举行会议，加强科技创新合作。6月24日，第7届东盟、韩国科学、技术与创新合作委员会会议在万象举行。老挝教育体育部科学管理司司长苏萨瓦希哈班亚与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多边合作科副科长刘成熙共同主持会议。会议重点探讨了2025到2027年东盟韩国科技创新合作工作计划，该计划与东盟中长期科技行动及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规划高度契合。苏萨瓦希哈班亚强调，科技创新是驱动地区可持续增长的核心机制。双方还评估了数字化转型、人工智能、清洁能源技术、科技能力建设等合作项目，并推介了数字化转型与创新基金项目。2. 甘蒙省青年团开展义务劳动防治灾害与疾病。6月24日，甘蒙省青年团组织青年志愿者，在他区县城区开展预防自然灾害与季节性疾病的集体义务劳动。甘蒙省青年团副书记普考西希温表示，此次活动重点清理了城区排水沟，以解决雨季内涝问题。未来青年团将保持每月清理1次排水沟，并于每周6开展道路清洁。此外，7月还将联合青年企业家协会，在主要道路种植1000株金链花树。鉴于去年该省曾遭洪涝和泥石流灾害，普考西希翁呼吁全体青年提高警惕，备足力量，全力做好雨季抗灾抢险的准备工作。3. 大湄公河次区域会议在万象探讨解决跨境烟霾污染。6月25日，第14届大湄公河次区域跨境烟霾污染部长级委员会会议在万象举行，总理宋塞西潘敦出席。老挝农业和林业部部长林康敦沙万概述了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5国在发展伙伴支持下实施防林火及泥炭地管理等项目进展。
并表示会议重点审议了青莱行动计划落实情况，已为年底在越南举行的东盟烟霾协议缔约方大会做准备。宋塞西潘敦强调，跨境烟霾严重威胁次区域生态与经济，需将政策转化为具体行动，呼吁各方深化合作，以应对偏远农村传统农业烧荒带来的挑战，携手实现2030年无烟霾东盟愿景。4. 川矿省警方捣毁一非法网络赌博窝点。6月24日，老挝川矿省公安局对佩克县彭沙旺村一处非法网络赌博窝点实施突击检查行动中，警方共抓获10名越南籍犯罪嫌疑人，经查，其中4人通过南竿国际口岸合法入境，6人系非法偷渡。现场共查获25部手机、15台台式电脑、1辆越南车牌摩托车及大批作案工具。目前，省公安局已将全部嫌疑人及涉案物品带回留置，正展开深入调查以扩大战果，并将依法严厉追究涉案人员的法律责任。5. 沙湾拿吉省委书记视察9号公路断裂桥梁指示速修。6月25日上午，沙湾拿吉省委书记布中乌邦帕瑟视察了9号公路车帮线路段发生断裂的惠巴春桥。据省公共工程与运输厅汇报，该桥使用超42年，因现浇混凝土主梁严重老化，钢筋外露且缺乏系统维护，于6月20日下午断裂。灾情发生后，省公共工程与运输厅联合8号公路建设公司连夜抢通了一条临时便道，并于22日上午投入使用，暂时恢复了人货通行。下一步计划架设临时钢桥。布中乌邦帕瑟在现场明确指示，相关部门必须尽快拓宽临时便道，并以最快速度完成桥梁抢修，确保雨季期间民众出行和交通干线通畅。6. 泰国警方在湄公河畔截获老挝涉毒人员。6月24日晚，泰国执法人员在那空帕农府班彭县的湄公河码头附近截获一艘从老挝驶来的可疑长尾船。当3名嫌疑人向岸上搬运物资时，执法人员实施抓捕，其中2人利用夜色逃脱。一名23岁的老挝甘蒙省新本县男子被当场抓获。警方在嫌疑人遗留的2个麻袋中查获封药共计 56.8 万粒，并扣押了涉案船只。目前，泰国警方正对嫌疑人进行审讯，以深挖幕后贩毒网络，并依法追究刑事责任。7. 万象市配发修路设备。6月25日，万象市公共工程与运输厅举行仪式，向市内9个县区的公派办公室移交了一批道路紧急抢修设备。万象市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威莱湾占塔拉迪及万象市公共工程与运输厅厅长布亚瓦尼拉塞出席活动。该批设备包含9辆电动自卸车、9台打夯机及9台压路机，总价值超 9.15 亿基普。设备将平均配发给9个县区，主要用于市内小巷、次干道坑洼路面的紧急抢修与日常养护，防止道路损坏扩大。8. 委内瑞拉加拉加斯附近发生 7.2 级地震。万象时间6月25日早6点15分，委内瑞拉首都西部地区发生强烈地震，导致加拉加斯大量房屋建筑倒塌损坏，造成大范围破坏，预计将有大量人员伤亡。美国地质调查局报告称，此次 7.2 级地震发生位置距离加拉加斯以西约160公里，几分钟后又发生了一次 7.5 级地震。目前，官方尚未公布有关伤亡人数的具体信息。以上就是今天的老挝新闻，欢迎点赞、评论和订阅，我们明天见。